老师已经介绍了男士及女士的右旋转动作，大家可以重新复习一下。这一期视频专门系统的讲解连续右旋转技术的方方面面。我们先来看看齐志峰老师精彩和细致的讲解。And 1, 2, 3, 4, 5, 6, and 1, 2, 3, 1, 2, 3, 1 and 2, 3, and 1 and 2, 3, 1, 2, 3, 1, 2, 3, and 1。好，谢谢。首先我跟你说一下这个动作，首先我们要的是什么？它看似一个转动啊，但实际上我们的脚肯定会有转动，脚啊一定有转动，身体呢有动力，但是这个动作所真正体现出来的不是转，不是仅仅是转啊，它其实是飞翔，它真的是在一个标准舞里面。我认为已经是最豪华的一个动作了啊！就真的就只有这个动作，你会感觉虎虎生风，你会感觉女孩子的裙子在飞，你会感觉到那一刻你的力量是非常强烈啊！所以说呢，它这个不能把 spin 呢只是做成我就是转圈，你这里少了一个身体的摆荡不是。推到重心向前的这么一股力量。首先我们转的时候，我们自己练的时候，我们要走一个直线，我们练的是走直线，但是在比赛当中有时可以有弧线，但是呢这个弧线也好直线也好，都是你的脚来决定的这个关系。是哪一只脚呢？真正决定你转多少度的这个脚法，脚从男生的角度来说是左脚啊，记住不是右脚转多少啊。你说的这个没有 spin 这个不是右脚转多少，是右脚踩上去呢，是一种向前继续推移的感觉，就身体其实是一种向前移动的状态。不过就是给别人的视觉错觉是他在转，甚至转得很快。实际上在操作的这个人里面，他的向前这一步，记住啊，凡是向前运动的这个人都是直去。啊，记住，向前别拐弯，向后的这个人一定要注意，是要保证让前进的这个人走直线。所以说你会拐弯啊，你这个脚会有一个通过阻力脚给地板会产生一个小小的斜后，然后呢记住啊，这个旋转很有意思，它就要有一个概念，就是外圈和内圈。啊，外缘的转动和内缘的转动，它是不太一样的啊。如果你们两个人都在转，这个动作就失去了核心啊，就跳起来，你就说为什么跳得越跳越小，越跳越小，就是这个道理啊。我们做一个基本的那个动作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先做一个简单的 ，1, 2, 3。啊，这个 two 的时候，我相信老师在教你的时候，所有老师在说到这个 two 上去的时候，一定会告诉你不要去转动，一定要是把重心推到，一定把这个舞伴的重心推到啊，老师肯定会这么想，推到把这个舞伴的这个身体推到位，再去做类似这样的一个动作，这是一个最减弱的右旋转。但是凭着它的惯性，记住啊，凭着它的惯性，它会有一点转动。所以说，决定我转多少的其实是这一只脚。看 ，1, 2到这儿，其实是这只脚，最后决定我想去多远。啊，如果我想做3%， and 1, 2，这个脚决定我是3%，就到这儿。如果我想做 overturn natural spin turn， 那我就是也是 1, 2， 首先也是要推上去，然后我说的是男生啊，推上去，然后也是左边的这个脚来决定我要转多少。但是右脚会不会转啊？右脚一定也会在自转。右脚一定也在转，因为它不可能不动，所以说大家不要看到右脚转就以为就是主要是它转。我们很多人在跳的时候，像这个动作就完全是右脚转。如果是完全右脚，左脚没有关系的话，这个动作可能只能做一个，连续的话，两个人的身体位置就会产生变化啊。这是我现在说
男生的一个运动理念。好，这里面要说到的就是，当我连续运动的时候，怎么能在一起啊？不会走小圈。这里要考虑到一个内圆和外圆的问题，就是你是一个内圈转，向前的人都一定是外圈转，外圈一定是走直线，内圈一定是走斜线，给男生让一条路。所以说，你看啊，当我从这个角度，当我给5瓣走的时候，我这个脚是不能完全后退，我一定是力量是向后，记住啊，力量是向后。但是其实这个左脚我会有一点往斜后侧去运动啊，我这个脚会有一点向斜后侧。当我向斜后侧，女生脚不要跟我一起过来，女生脚我给你让路，就是为了让你走直线，所以说我让路，你走直线。好，等到我向前走直线的时候，女生这只脚左脚是打横啊，跨越5成线打横，这时候我这只脚就有位置去了。就是当我就可以上来，然后女生的感觉往旁走，男生向前，女生向旁一点，是这样。虽然力量上是有前后，但是在我的身体的这个分配平衡的时候，女生第2步的时候就是不能向后去啊。现在很多女生是1、2向后，这时候这个男生就追不上你，他就感觉他怎么都追不上，不是追不上你，是追不上核心，他觉得那个核心没有了。啊，他想包过去，这个男生他会想包过去，但包过去就会很辛苦，啊，所以说你那个圈就会越走越小，越走越小，所以一定是双方给对方有一个引导的力量。记住啊，向前肯定是领导，但向后的这个人至关重要，因为向后是代表引导的一股力量，所以说不能说这个动作都是男生在带动你跳舞，就是你的内在一定要也会去给到男生这个引导的力量，让男生不会很轻松的就可以达到他的目的。啊，我们做一个简单的 and 1 2 3， 啊，再一次 and 1 2 3， 啊，再一次 and 1 2 3， 1 2 3。啊，我现在是做的是比较平的一个状态，啊，没有太多的去冲击，但是呢，你起码是要按这个状态去走。所以说，女生呢，第1步是向前没有问题，因为这时候男生已经给你让开你的路了。女生第1步向前，第2步继续向前，但是脚呢跨越5成线。接下来男生在向前的时候，你的力量向后，但你的头的重量不能向后，头的重量向旁，力量向后，让男生经过你留在你的前方。接下来连续，这时候是最重要。我们很多女生就在第2步不太好，什么意思？第1步没问题，都是向前。第2步的头的力量向后，这个就给的男生永远是包不过来，所以导致你的圈越转越小，越转越小。所以说，女生的感觉从身体的角度啊，不说力量的角度啊，我们这个跳舞啊，要想跳得好，它分几个层面的理解。有的时候是从一个引导的角度啊，不是从一个位置的角度。那我第1步是向前，第2步我是向旁，比前。我第2步是向旁，然后呢再向前，再打破，连续我是保持在这个旁边1，然后呢第3步，最后一步我继续向旁，再去，这时候就会给男生一个比较好的引导，啊，所以说最怕的就是我比较担心和最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向前，第2步女生头是向后去的，向后。这时候男生会觉得很重，然后呢，男生会觉得你的力量是阻挡住他的，所以他很想去用这个手去扳你。这时候男生的右手会比较酸。I understand。男生的右手是我听到了。男生的右手比较酸，所以说我们跳舞其实
右侧是我们的两个人的右侧都是一个连接很重要的轴心，但是我们两个人的左侧都要去向前去运动，左侧都不管你是向前的还是向后的运动，你的这个左边都是要向侧向前去，那个力量是要向前的啊。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从我们的身体五瓣是向前，我呢也是向前，所以当我在运动的时候，我的上半身始终是向前啊，这样的话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就是怕身体向后啊，女生一向后就不好。还有一个问题，如果你单做一个natural spin turn， 女生要记住这个脚要过来要收脚再去，但是你要是连续的做，你这个脚是不可以完全收进来，你只是要用这个右边的脚要给出男生一个轴心的连接，然后呢，你的身体可以100%的超越你的身体左脚，但这只脚不能回来。agree。如果这个脚一回来，男生在跳舞的时候感觉这里就没有依靠，这个动作就结束的会特别早。动作就会结束的早，所以说你就导致它必须很快的结束，就无法再继续向前啊。所以说你们看一下底盘啊，我们轻轻的跳啊，底盘的感觉，倒重心是，你看这个是在一起，这个腿是在一起，我这个脚，突然倒转过来，我这个脚可以少，我还可以继续做直线，所以这个左边这个很关键。右边要推到重心，左边要跟上去，这是男生向前的一个感觉。很多男生这个左边跟不上去，只是右边这样，这时候你的身体就会缺少了一个，因为这个动作其实是很典型的一种力学观念围绕着这个离心力上半身，但是我们的底盘呢又是一种很强的向心力。说向心力和离心力并存，所以我们这个动作跳起来就比较稳定。跳起来就比较稳定。通过跟到重心，通过跟踩上去，你根不可能转根不可能转，是通过跟踩上去。继续走，这个脚会有转动，然后关键是这个脚要跟过来，再撇转1/2再过来，所以说，然后继续走，低的不用上身了，这是华尔兹的节奏，是平的，是平脚，只要转一定是脚掌，只要转一定是脚掌要有转动，不能说这个头呢。这个重量就真的给到男生很重，是你要控制在你的左肩或者右肩女生3个点，左边都是左边右边记住这几个点要把握住，千万不要到右前方、右后方感觉。所以你的感觉是，虽然头是在外边，但是你的感觉要是跟下巴要跟着你的这个肩膀。是要有一个关系你要去感觉跳舞是有一个这样的关系这边也是，不管你转多少，头不要往这边看。很多女生身体在这里，头呢看有点像那个就是你懂吗？就是那个擒拿一样，擒拿一下那个脖子就断了，就千万好多女生是这样，这个头是这样的，我觉得好奇怪，你这个力肯定是不对你不释放出去释放出去对，然后运动感觉你的头像一个刀片一样削过去你会看到好多选手跳起来又大其实又轻，人家头是刀片。因为在做 spin 的时候，很多人做不好。这里面其实 spin 还有个叫法，就连续的右撇转，对吗？它是撇转。既然说到撇转，那这个词儿关键词在哪？关键字在哪里？撇呀。那你什么时候撇很关键？男生为基准看到
什么时候有个撇呢？都是向后这一瞬间看，这就是个撇，看到没有？是前后脚。但再往前去的时候，是移动、飞翔，经过重心，左边向前。记住这几个感觉。到这儿，左边向前，你就感觉这个脚是必须要经过到这么远，然后什么时候会撇？再向后又一次撇，再一次向前，这个脚经过，变成这样，再撇。就是说向前的这下千万不能撇，我们要感觉到向前的时候就是移动向前。左边也要继续向你的目的地去运动不一定是转动，看到的是转，实际上是向前，脚转不能做的时候是身体转，不能华尔兹的连续右撇转是一小节里是1 2 3 1 n 2 3 1 2 3 1 n 2 3有这么一个口诀1 2 3，然后1n 听到有这种半拍的，就一定不能上身，是平的。平的是转吗？不是，是我的移动。谁来转呢？女生这个后退很关键，要帮我一个转。我呢只是移动1n，然后2呢再立起来3。接下来是盛晨老师讲解女士的身位和头位在右旋转过程的细节。男士在让开他的右侧空间的同时，我们女生的身体该怎么去做？是吧？都是在转动当中去完成。那么转动的目的是什么？转动的目的是为了超过男士给出来的右侧重心。也就是怎么说？就是男士在做到这个右转的时候，他的身体去做这个转动的时候，看清楚，我是为了去让开他到达这个重心，而且我每次到达这个重心的时候，一定要在脚下预留出一个让男士在就是他的左边撇转完了之后，我有一个打开是在他的这个位置上面。你看，我们两个人的脚是这样的，看清楚，千万不能是一个前一个后，看到没有？一定是一个旁边一个直行，一个旁边一个直行。那么身体该怎么去 ？OK， 你看。我在跳的这个动作的时候，你看男士邀请我进到这个中心的时候，你看我的左侧的后肩胛骨和我的整个的核心和我的脚的推动力一定要向着他的后背去做。你看，然后我再通过让开我的右侧，就是我的身体要和我的，当然我说让开不是这样，我说的让开是让他重心站上来，看到没有？他的重心在站上来的同时变为大直行，他在撇转落下去的时候，记住，你看我的这个右脚是跟掌的关系，看到没有？也在他男士的两脚打开的位置，然后落到这个重心，然后撇转回来，继续保持在我的左侧这个空间这个位置上面，一直保持。那么还有一个非常重点，就是我们的下巴。我们女士的下巴的头位一定是要向着你的移动转动的方向去看的，不是往左边看的，这样是很傻的。我们一定感觉是这样，就好像是这样去找的，让自己的头这个下巴是这样去找的，然后压低你右边的肩膀的同时去这样去转动的，你的才能保证你的肩部是和你的这个头位是在旋转方向上面。再仔细看一下再仔细看一下，看清楚，你看我的头位，看到了吗？我的头位看到吗？我的头位在找男士哪里？是不是我是不是在找男士的他的右边？在右旋转中常出现的错误有两种，一是两个人转的圈越传越小，二是左脚落跟时重心不稳。我们一起来看看马燕老师的讲解。练习的时候就会跳成上身转、上身转、上身，因为想转，有多少同学会跳这个动作，慢慢两个人拧到一起，然后越转越小，圈圈越转越小，就转不过去了。
对的，有很多同学都是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在这个动作的时候你们会跳的，因为你们没有用脚下转，就是我刚刚做的示范，你只要脚转了，身体就会跟着转，但是你身体转脚不动就转不动，你只能最大限度可能也就180，你很难再继续转了。所以像这种连续 spin turn 的时候就一个概念，两个人一定是靠脚下正确的运行去完成的，一定不能来操身，一定不能是上身。大家看一下哈，看一下我们的区别。我先做一个错误的示范，侧面吧，对，做一个错误的示范哈，身体转啊 ，1 2 3， 看得到吗？我俩都转不过去。如果是身体，我现在比较夸张一点哈，可能大家不至于这个样子，就这个概念，就你们用上身转，然后脚下不动，然后就会继续，然后这样转，这个空间就会越转越小，然后就很难过去。但其实这个动作，我们上身没有什么过多的动作，我们保持自己的空间，然后脚下前转，都是在左脚上面转，就是个很轻松的事情。看到了吗？我们上身其实保持一个空间就好了，所以一定要把脚下的这个方向位置跳清楚了。所以刚刚我说了有一个点，大家看着，因为既然练了这个基本功，我就把这个动作就顺势给大家讲出来哈。就刚刚我们在练习这个动作的时候，我是不是说了右脚向前，这个对于大家来说不是难事儿，基本上都能做到。大家问题就在于你们右脚向前完了之后，很多同学左脚不继续向前摆荡，直接你们就开始转，很多同学直接在右脚上面就转掉，左脚就开始向旁走了。那这样的话，你们前进的这一方，你们是在外圈的，所以你们相当于把你们外圈这个通过，把你们这个直线移动变短了，而我们是会继续向前。看到了吗？从侧面看，如果第一步右脚向前了之后，你们左脚不是继续向前摆荡，而是转掉，你们的移动范围，我是往那边走的，你们就往这儿走了。所以为什么你们的圈越转越小？我们是继续向前摆荡移动的，所以说这一点是非常重要。所以刚刚我们在分解动作的时候，我会要大家做成第一步前进，第二步继续向前，我是不是这样要求了？然后最后左脚脚掌再转。当然，如果大家要连续做 spin 的时候，不做分解的哈，连续做直线 spin 的时候，就是右脚前进，左脚继续摆荡完了之后转，完全360度转过来，前进转。大家我们在有足够空间的时候，大家就要这样去练习分解动作，但是要练一整圈的哈，因为我们现在是在练原地的分解动作，大家练移动分解动作的时候，一定也要练成前进转，在左脚上面转，前进转，前进转，前进转，落左脚跟倒哈，看着，我想我从哪个面跳？1 2 3， 落左脚跟的时候会倒，对吗？是这个意思吗？因为你们忘了，我刚刚前面我好像提示了一点点，就是落完脚跟之后，我先问一个问题：我们连续的 spin， 落完脚跟之后的下一步往哪个方向走？大家都很清楚，对吧？我们落完之后下一步是向前走的。那我刚刚在分解动作的时候，我做了一个要求，听我说，我在做分解动作哈，我在做分解动作的时候，是不是第一步向前，第二步继续向前，第三步落完跟之后，我要求大家什么？你们落完跟之后，左脚重心不能在脚跟上面。为什么？因为下一步你还要继续向前走，所以你们的左脚转完之后，你们下一步你们松了左脚膝盖，你们的重量就要继续往前推，这可以辅助到你们的平衡。如果你们下一步落脚跟，把整个重量放到脚跟上面去，就很容易倒掉。
我们要提前永远知道自己的组合，下一步每一次下一步的方向我要往哪里走，下一步的方向我要往哪里走。所以我在落根的时候，我就要提前准备这个力量和膝盖的引带、重心的滚动。所以落完根之后不要往后走，因为下一步不是往后走的，下一步落完根之后是往前走，这样可以帮助你掌握平衡哈。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含有连续右旋转5步的一段华尔兹套。